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花了一張200塊的電影票錢，進了電影院，坐了不到15分鐘就發現這部電影爛得像一場災難，大熒幕上的劇情毫無邏輯，演員的演技尷尬得讓你腳趾摳地。這個時候，你心裡開始糾結了。走吧，票錢打水漂了，多心疼啊！留下來吧，你得繼續忍受接下來的100分鐘。最後，大多數人会咬着牙堅持看完。等走出影院的時候，你摸着發酸的脖子，心裡無比懊悔。這就是我經常看到的人性怪圈。你為了那再也拿不回來的200塊，又白白搭進去了自己無價的100分鐘。這200塊是你的沉沒成本，而你的堅持只讓你多損失了生命中寶貴的2個小時。我活了半個多世紀，見過太多人把這種愚蠢的堅持包裝成所謂的有始有終或者英雄主義。他們在生活裡硬塞給自己無數的爛電影，一邊看一邊哭，還一邊自我感動地說：“你看我多有毅力，我從不輕言放棄。”實話告訴你，在我這個老頭子眼裡，這不叫有毅力，這叫愚蠢的自我感動。而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都在極力讚美堅持不懈。老師告訴你，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父母告訴你，做人不能半途而廢。於是，在我們的集體無意識裡，放棄這個詞天然就帶着懦弱、失敗、逃避的負面標籤。只要你說出我放棄了，周圍人看你的眼神就好像你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虧心事一樣。但是那些整天把永不放棄掛在嘴邊的勵志導師，從來不会告訴你另一半的真相，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方向如果錯了，你的每一次堅持都只是在加速衝向懸崖。如果你的鐵杵本來就是一根空心的爛木頭，你就算磨上1萬年，它也变不成針，只會變成一堆毫無價值的木屑。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放手，只因害怕承認自己選錯了。我們害怕面對那個失敗了的自己，更害怕別人指着我們的脊梁骨說：“看啊，他半途而廢了。”為了這點可憐的面子，我們寧可抱着一艘已經漏水、注定要沉沒的破船，一路沉入海底，也不願意放手游向岸邊。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聊聊一個被嚴重污名化的詞——放棄。這不是懦弱者的退縮，這是真正聰明人的頂級智慧。為了讓你明白這種不願意放手的代價有多麼慘重，我們別只盯着生活裡的小事。先來講一個歷史上最著名的集體犯傻故事。在上個世紀60年代，英國和法國政府心血來潮，決定聯合研發一款前所未有的超音速客機，也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協和式客機。起初，決策者和工程師们意氣風發，覺得這絕對能賺大錢。但是隨着項目深入，問題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研發費用嚴重超支，超音速客機的噪音污染極其嚴重，導致很多國家根本不允許它在自己的領空進行超音速飛行。更致命的是，它的耗油量高得驚人，這意味着票價將是天價，普通人根本做不起。在研發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專家就已經得出結論，這個項目在商業上是個死胡同。當時，財政專家和市場分析師得出了一個無比明確的結論：這個項目在商業上沒有前景，現在立刻停損，取消研發是損失最小的方案。比正常人可能覺得，既然明知道要虧本，當然是趕快收手。但英法2國政府的選擇卻讓所有理性的經濟學家目瞪口呆，他們捨不得之前投入的巨額資金，認為那樣是白白浪費。當時的英法政客在媒體上面對質疑，拍着胸脯保證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國家勝利。他們把超音速包裝成大國崛起的標誌，強行讓納稅人買單。在這種宏大敘事下，理性的商業邏輯被徹底踩在腳下，面子成了最昂貴的底色。他們說，我們已經投入了幾億英鎊和法郎，研發了這麼多年，無數的科學家付出了心血。如果現在放棄，之前的努力不就全部打水漂了？政府的威信在哪裡？國家的面子往哪裡擺？於是他們決定繼續砸錢。他們用一種再追加一點預算，說不定就能起死回生的賭徒心態，硬生生把這個項目拖到了最後。協和式客機最終真的造了出來，也順利首航了。但結果呢？因為營運成本實在太高，全球沒有幾家航空公司願意買它，最後只有英航和法航在政府的補貼下勉力維持營運。每一架協和客機起飛都在瘋狂燒掉英法2國納稅人的錢，這原本是可以被避開的悲劇，但因為不甘心，他們還是走到了這一步。直到二犯3年，在經歷了一場慘烈空難以及持續幾十年的巨額虧損後，協和式客機才無奈宣布永久退役。這個項目最終給英法2國造成的財務窟窿，比當初如果及時停損的代價整整大了幾十倍。在經濟學和心理學中，這個經典的教訓被命名為協和謬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沉沒成本效應。這些高高在上的政府決策者和我們在電影院裡捨不得那200塊票錢的普通人，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他們不是看不清現實，而是被過去的付出綁架了。他們把過去的付出當成了繼續前進的理由。我年輕的時候也幹過這種傻事兒，覺得付出了汗水，不管多難都得做完。
後來我發現，這種心態簡直就是慢性自殺，因為你每多堅持一天，你就在這個注定失敗的項目上多投入了一天的精力和機會成本。你本可以用這天的精力和資金去做另外3件更容易成功的事情。协和客機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無情的真理：過去付出的代價永遠不應該成為你決定未來走向的依據。垃圾堆就是垃圾堆，往裡面丟再多鑽石，它也不會變成寶藏。既然連國家政府都會掉進沉沒成本的陷阱，那我們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又是怎麼被這種心理操縱的？實話實說，有3個領域是沉没成本效應的重災區：感情、工作和投資。我們先來聊聊感情。我見過太多怨偶，明明2個人在一起就像在互相折磨，每一次見面都是吵架，心靈早已千疮百孔，周圍的朋友都勸他們分手，但他們總是搖搖頭說：不行啊，我們都談了7年了，我的青春都給了他，如果現在分手，我這7年不就白活了嗎？這句話聽起來多麼深情，多麼無奈，但你仔細想想，這背後的邏輯有多麼荒謬。你因為已經浪費了7年的青春，所以決定再把接下來的70年也一併搭進去，這不是深情，這是對自己生命最極致的踐踏。那個讓你痛苦了7年的人，不會因為你再堅持7年就突然變成你的靈魂伴侶。很多時候，你捨不得的根本不是那個人，你只是捨不得自己在那個人身上付出的時間、精力和眼淚。你不甘心承認自己愛錯了人，你不甘心自己像個傻瓜一樣付出了那麼多，卻一無所獲。再來說說工作，你有沒有在一份工作裡感覺到靈魂正在慢慢枯萎？老闆是個控制狂，同事之間明爭暗鬥，薪水少得可憐，而且完全看不到上升通道。你每天早晨醒來，想到要去上班，心裡就塞得像堵了一塊大石頭。但你依然每天準時去打卡，因為你捨不得之前積累的5年資歷，害怕重新開始。於是你選擇繼續留在這個讓你痛苦的泥潭裡，用你的生命去換取那個所謂的資歷。你忘記了，你留在這裡的每一天都在喪失學習新技能，尋找更好平台的機會。你的5年經歷，如果只是把第1年的錯誤重複了4次，那它根本不值錢。你的不甘心正在悄悄偷走你未來幾十年的无限可能。最後是投資，這是我見過最血淋淋的修羅場。在股市裡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心理現象，當一個散戶買的股票開始下跌時，他最常做的事情不是立刻停損賣出，而是瘋狂的加碼攤平。他會安慰自己，現在股價便宜了，我再買一點，這樣我的平均成本就降低了，只要稍微漲一點，我就能回本。結果呢，股價一路下跌，他一路補倉，最後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套牢在了一只垃圾股上。這背後的驅動力依然是那顆該死的不甘心。賣出股票意味着你必須在賬面上確認虧損，意味着你必須承認自己的眼光錯了。只要你不賣，你就可以催眠自己說，我還沒輸，這只是浮虧。為了維持這個虛幻的心理安慰，你寧可看着自己的錢像蒸發一樣一點點變少。這3個領域的悲劇源頭都在於我們大腦底層的損失厭惡機制。心理學研究發現，人類對於失去的痛苦感受遠遠大於對獲得的快樂感受。丟掉100塊錢的痛苦，需要撿到200塊錢才能彌補。我們太害怕失去了，因為害怕失去，我們本能的想要抓住手裡的一切，哪怕手裡抓住的是一塊滾燙的烙鐵。老頭子，我想告訴你的是，燙手的手就該立刻放開，痛一下總比整只手被燒焦要好得多。承認自己看錯了人，選錯了型，買錯了股票，確實很难受，但這種難受是一時的，而死撐卻會像水蛭一樣慢慢吸乾你生命的最後一滴血。我們聊了這麼多因為捨不得放棄而招致災難的例子，現在我們來看看相反的一面。那些真正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人是如何運用放棄的智慧來逆天改命的？這是一段關於史蒂夫·賈伯斯的經典傳奇。在1997年，蘋果公司正處於歷史上的至暗時刻。當時的蘋果距離破產僅僅剩下不到90天的時間。當時的產品線混亂到難以置信的程度。蘋果生產了10幾款命名極其複雜的電腦，什麼14400、3400、9600，還有印表機、伺服器，甚至還有一款掌上電子助理。別說消費者去店裡買電腦時一頭霧水，就連蘋果內部的高階主管都沒人能說得清這些型號之間到底有什麼本質區別。資源被分散，研發經費像流水。就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被放逐多年的賈伯斯重返蘋果。如果是普通的職業經理人接手，大概會寫一份幾百頁的報告，分析每個產品的市場份額，然後試圖去優化每一個部門，爭取讓大家都活下去。但賈伯斯的做法簡單粗暴到讓人心驚肉跳。他召集了所有高階主管開會，沒有任何廢話。在一次重要的產品戰略會議上，賈伯斯聽着各個產品經理爭奪預算。他聽了沒多久，突然站起來，走到白板前，拿起一支黑色馬克筆，在白板上重重地畫了一個十字，形成了一個簡單的2×2矩陣。他在橫軸上方寫了2個詞：消費者、專業人士；在縱軸旁邊寫了另外2個詞：桌上型。
筆記型。然後他轉過身，對着全場目瞪口呆的高階主管說：“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一切。我們只需要4款偉大的產品，每個象限1個，其他的全部砍掉。”全場一片死寂。這意味着蘋果要立刻主動砍掉70%以上的在研項目和產品線。無數工程師辛辛苦苦研發了幾年的心血，在這一瞬間全部變成了廢紙。當時有很多人強烈反對，認為這是瘋子的行為，這是在自斷雙臂，會讓之前的投資全部作廢。但賈伯斯頂住了所有壓力，他非常冷靜地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後來成為了商業史上最著名的名言之一。他說：“專注意味着你要對另外100個好主意說不，決定不做什麼，跟決定做什麼一樣重要。”當那70%的項目被宣布砍掉時，很多研發了一輩子的老工程師在會議室裡當場哭了出來。他們覺得自己幾年的心血被無情踐踏，但賈伯斯不為所動。他知道，如果對平庸心慈手軟，那就是對偉大的殘忍背叛。他必須狠下心當這個惡人。後來的歷史我們都知道了，賈伯斯砍掉了印表機，砍掉了其他雜七雜四的掌上助理，把最頂尖的研發力量全部集中在這4個象限。第2年，第1代 iMac 橫空出世，以絕美的半透明彩色設計和極致的體驗風靡全球，一舉將蘋果從破產邊緣拉了回來。如果他當初抱着那些沉沒成本不放，蘋果今天早就消失了。拯救蘋果的不是他的發明創造，而是他的放棄。賈伯斯的故事揭示了一個極其深刻的人生邏輯：資源永遠是有限的，你的精力、你的時間、你的資金都只有那麼多。如果你試圖把有限的資源平均分配給10個平庸的項目，你最終只會得到10個垃圾。你必須有放棄的智慧與膽識。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反駁我：“老頭 Z， 你這話聽起來太冷血了。照你這麼說，只要遇到困難就放棄，那我們還奮鬥什麼？我們直接躺平當個廢物不就好了嗎？”問得好，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給你們帶入一個哲學視角的原因。我所說的放棄，絕對不是讓你遇到挫折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懦弱擺爛。真正的放棄是一種極高層次的哲學選擇。在這裡，我必須向你介紹古羅馬斯多葛學派最偉大的智慧——控制2分法。斯多葛學派的代表人物艾比克泰德曾经是個奴隸，在極度困苦和失去人身自由的境遇中，他悟出了一個終身受用的道理。他說，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其實只分為2類。第一類是你可以完全控制的事情，比如你的信念、你的態度、你當下的努力、你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你做出的選擇。这些內在的東西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裡，沒有人能夠奪走。你今天幾點起床，你看什麼書，你以什麼態度去對待別人的嘲諷，這都是你100%可以完全自主決定的事。第2類是你根本無法完全控制的事情，比如天氣、他人的想法、經濟環境、你的名聲、你的生老病死，以及你努力之後最終呈現的那個結果。這些事情受到無數外部因素和運氣的干擾，你再怎麼努力也無法保證明天下不下雨，你再怎麼討好也無法保證別人一定會喜歡你，甚至結果好壞也由天命決定。為什麼他人的看法也是不可控的？因為每個人看你都帶着他們自己的偏見、過去的經歷以及當天的情緒，哪怕你做到完美無瑕，討厭你的人依然能挑出刺來，試圖控制別人的腦袋，就像是試圖用雙手去抓住一陣狂風，除了讓自己精疲力竭之外，毫無意義。艾比克泰德說，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在於我們試圖去控制那些我們根本控制不了的事情，卻忽略了那些我們真正能夠控制的事情。想通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什麼才是真正高級的放棄。真正智慧的放棄是放棄對不可控事物的執念，把沒必要背負的包袱徹底扔掉。當你準備一場極其重要的考試，你可以控制的是你每天花幾個小時看書，你是否理解了每一個知識點，你是否保持了規律的作息。但你根本無法控制最後的題目有多難，你的競爭對手有多強，甚至閱卷老師當天的心情如何。愚蠢的人會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焦慮，如果我考不上怎麼辦，在出考場前就已精疲力竭。而斯多葛学派的智者會在這個時候優雅地選擇放棄，他們放棄了對考上這個結果的執念，他們告訴自己，結果不歸我管，那是命運的事，我能管的只有我眼前的這本書，這支筆，我把可控的部分做到極致，至於結果是好是壞，我坦然接受。這就是我所說的放棄，不是擺爛，擺爛是連可控的部分也一起放棄了，自暴自棄。而戰略性放棄是把不可控的部分徹底交給命運，然後把釋放出來的所有能量100%地注入到可控的事情中。這也是我這個老頭 Z 活了這麼多年最深的體會。年輕時，我總想去改變別人的看法，總想去左右命運的走向，每天焦慮的整夜失眠。當你第一次學會對那些不可控的事情說“隨它去吧”的時候，你的心靈會迎來一場前所未有的海闊天空。你不再因為別人的一個皺眉而反省半天，
不再因為命運的一點顛簸而怨天尤人。你把韁繩拿回了自己的手裡，只走自己的路。後來我老了，終於放下了。我放棄了去迎合所有人的喜好，因為我知道別人的腦袋長在別人身上，我控制不了。我放棄了對名利財富的偏執追逐，因為我知道那裡面有太多的運氣成分，強求不來。當我放棄了這些根本不屬於我的、我掌控不了的幻象時，我突然發現我的心裡亮堂了。我能好好享受眼前的生活。影片快到尾聲了，我不想給你灌任何虛無縹緲的雞湯。老頭 Z， 我一向講究實用，我們來聊聊具體該怎麼做。如果你聽懂了我今天說的話，想從那些毫無意義的內耗中解脫出來，我建議你今天晚上回家拿出一張白紙，做一件非常簡單但极其有力的事情，寫下你的不做清單 （Not to Do List）。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写待办清单。我要學英語，我要健身，我要加班，我要維繫這個人脈。我們像個貪婪的收藏家，把無數的任務往自己脆弱的肩膀上堆，直到有一天被徹底壓垮。從今天起，我要求你寫一份不做清单，寫下那些你決定從此徹底放棄，不再把精力花在上面的事情。第一，放棄討好那些根本不喜歡你的人，別再花心思去琢磨某個同事為什麼對你冷淡，別再為了融入一個不屬於你的圈子而強顏歡笑。實話告訴你，這世上就是有人沒理由的討厭你，就像你也會沒理由的討厭某些人一樣，這太正常了。把你的熱情留給那些懂得珍惜你的人。第二，放棄那些已經無法挽回的沉沒成本，那只已經跌掉一半，公司基本面已經爛透的股票，今天就割肉賣掉；那段折磨了你幾年，只剩下互相傷害的感情，今天就徹底結束；那個已經失敗，只會持續燒錢的副業，今天就關門大吉，承認輸了，沒什麼大不了的，及時止損是你對自己後半生最負責任的態度。第三，放棄對完美人生的幻想。別再試圖同時成為一個完美的員工、完美的父母、完美的伴侶，以及一個精力充沛的斜槓青年。你不是超人，你的精力是有上限的。學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學會合理的在某些不重要的領域當個廢物，騰出你的空間，你才能真正喘口氣。當你寫完這份清單，把它貼在你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每當你又開始糾結、開始焦慮、開始捨不得放手的時候，就抬頭看看它，大聲地對自己說一句：這件事，老子已經決定放棄了。相信我。當你真正鼓起勇氣把這份清單上的第一條劃掉的時候，你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那種感覺就像是卸下了背負了幾十年的沉重枷鎖，整個人輕盈的幾乎可以飛起來。這世界最頂級的智慧，從來不是盲目的咬牙堅持，而是懂得在合適的時候優雅的轉身，做一個體面的戰略撤退者。我們這個頻道叫人生觀測站。我這個老家伙在站裡看了大半輩子，見過太多死撐的悲劇，我也見過太多因為懂得放手而重獲新生的傳奇。這輩子最聰明的活法，就是學會放棄那些根本不屬於你的東西。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熒幕前的你，在你此時此刻的人生裡，有沒有哪一件事情是你明知道該放手，卻因為不甘心而一直死撐到現在的？在評論區寫下你的故事，或者是大聲寫下你決定放棄它的宣言。如果你覺得我這番話戳中了你，別忘了點個訂閱，順便把這支影片轉發給那個還在死撐的朋友。我是老頭 Z， 我們下期接着觀測人生。